一个耶稣会修士带着几匹马几袋货物，就敢横穿整个中亚。他坚强的毅力来自哪里？又为什么他甘愿冒着被土匪杀死、冻死雪山、客死异乡的风险，也要穿越中亚寻找契丹？为什么这场寻找契丹的远征，本质上也是一次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为什么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宁愿雇佣几百名武装护卫，也不敢单独前进？在那个没有地图导航、没有无线通讯，也没有现代国家保护的时代，一个外国人如何活着穿越丝绸之路？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给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1章，契丹与中国，一位耶稣会修士不平凡的远游。居住在莫卧儿宫廷里的神父写信给他们在印度的兄弟，提到萨拉逊人称为契丹的那个著名帝国。这个名字从前在欧洲是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著作里为人所知的，但是经过几个世纪，他已经被人遗忘到这种程度，以至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人再相信这个地方存在了。神父们在信中说，这个契丹帝国在东方，在莫卧儿帝国北面不远。他们还报道说，那里住着很多基督徒，并且他们还有教堂和教士，遵守基督教的仪式。耶稣会东印度视察员葡萄牙神父尼古拉皮门他积极关心通过会中神父的努力，使这些契丹人信仰正教。远离基督教中心的人们很容易陷入各式各样的谬误，这是不难想象的。因此他决定向教皇和天主教国王提出这个问题。国王给他的总督阿里亚斯·萨尔达格纳下令，命他用金钱和他的势力支持视察员神父所提议的工作。他就这样做了，而且很慷慨，因为他渴望传播信仰，也因为他忠于耶稣会。为了实现尼意中的调查探险，视察员神父选中葡萄牙修士俄本笃，这是一个谨慎的人，也是一个模范传教士。由于长期住在莫卧儿帝国内，俄本笃修士精通波斯语，也洞悉萨拉逊人习俗，这二者对于准备从事这次旅行的人看来都是必要的条件。在利玛窦神父从中国首都所发的信函中，神父们已经读到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这一点为已经提到过的各种证据所肯定。但莫卧儿宫中的神父们在信中却持相反的意见。起初视察员神父犹豫着不知应该采纳哪种意见，但是后来他赞成他在莫卧儿的兄弟们的意见。据称在契丹有大量的基督徒，然而同时一般认为这个奇特的教派始终未流入中国，人们还否认中国曾有过基督教的任何迹象，而萨拉逊人的亲眼见证似乎又确认他们在契丹曾见过这类迹象。另一种推测是，与中国相邻的另一个国家的名字被人用来称呼中国了。为解决这些互相冲突的疑点，也为了寻找一条是否有与中国人通商的捷径，他们最后决定进行这次调查探险。至于肯定里说在契丹的，也就是指在中国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基督徒人数，萨拉逊的目击者要么是信口雌黄，正如在他们那里所常见的那样，要么是他们被外表所迷惑，把仅仅是想象的说成为真实。他们自己从不礼拜任何一种偶像，而当他们看见中国庙里有无数的偶像，有时候有似于我们的圣母或圣徒像，他们就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是同一个。或许他们还看见祭坛上的灯和蜡烛，异教祭司们穿的法衣有似于我们礼拜书中所记载的僧袍或长袍，因此把礼拜者的外表形象给弄混了。也可能是他们听见寺院里的咏唱，听起来好像我们教堂里格雷高里的圣咏。所有这些他们都可能看见过和听见过，也还有魔鬼传入异教典礼中的其他模仿形式，这是对圣物的拙劣模仿，企图窃取属于上帝的荣誉。这类证据的积累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许多商人，特别是萨拉逊的商人，误认这个民族信仰基督教。我们的俄本笃修士准备动身旅行时，他穿上亚美尼亚基督教商人的衣服，
并按照亚美尼亚的习惯取名为阿卜杜拉，意思是天主的仆人，还添上了以赛，也就是克里斯丁这个名字。莫卧儿国王阿克巴尔是耶稣会神父的朋友，尤其和阿本笃修士交情很好，发给了他各种证件，分至臣服于他或他友好的各国君主。作为一名亚美尼亚人旅行，他会被允许自由往来，但作为一名西班牙人，他肯定会遇到许多麻烦。他的行装中有各种货物，可以售卖谋生，并可使他像个商人的模样。他得到印度和莫卧儿的充足货物供应，是由印度总督供给的，也有阿克巴尔国王本人赠予的。担任莫卧儿传教团团长多年的基罗姆·沙乌略神父派了2名希腊人陪伴阿本笃旅行，相信他们熟悉他所要经过的地方。其中一个叫做列昂·格雷曼诺的传教士，他陪着阿本笃一起走；另一个叫做基米特列的商人，他还带有4名仆人，都是归信基督教的萨拉逊人。当他到达莫卧儿王国的第2都城拉赫尔时，他打发走了仆人，因为他们帮不了忙。他另外雇佣一个名叫以撒的亚美尼亚人作为代替，此人和他的妻子家人就住在拉赫尔。以撒是他一行中最忠实的人，整个旅途中始终和他在一起，犹如忠实的艾克帖斯。正如他的护照所表明，阿本笃修士于1603年1月6日告别他的监督，开始他的著名远游。每一年，商队都在拉赫尔集中前往喀什噶尔的都城，这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王，他们结队旅行，防御匪徒。这次商队大约有500人，携带有许多骡子、骆驼和车辆。阿本笃就这样在同年4斋节从拉赫尔出发，旅途走了1个月，他们便到达阿帖克城，还没有走出拉赫尔的境外。在这里，他们停留了大约2个星期，才乘坐为过境商人所准备的船只，渡过一条宽有1箭之远的一条。因为听说附近有大量匪徒，他们在河的对岸逗留了5天。2个月后，他们来到白沙瓦城，决定在那里停留休息20天。后来在旅行时，他们走进一座小城，遇到了一个进香的隐士。他告诉他们说，走30天后，他们会到卡佛斯特拉姆城，该城禁止萨拉逊人入内，违者被处死刑，异教商人可以进入，但他们不得到庙里去。他说百姓自己总是穿黑色衣服进入庙里去。他还说到该地极为富庶，盛产葡萄。阿本笃到达那里，证实了他们的酒跟他自己国内的酒一样。这样的事在那一带地区的萨拉逊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以致他疑心该地是有基督徒居住的。遇见朝香客之后，他们又停住了20天，因为据说该地遍地都是盗贼，他们就设法从当地统治者那里弄到400名兵士武装护送。在这里，他们旅行25天，到了一个叫做基代里的驻地。在这段旅程中，行装和驼兽都打发沿着山路行走，而武装的商人则不使盗贼接近上面的斜坡，以防盗匪把石头滚下来袭击过路的商旅。商人在基代里交付过境税，并且正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盗匪。一行人有很多人受了重伤，只是费了极大的劲儿，才把生命和行李保存下来。阿本笃和其他几个人逃到树林里，但是入夜他们都回来了，而且逃脱了袭击。20天后，他们到达喀布尔，这是莫卧儿境内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在这里，整个行旅等了足足8个月，因为其中有些人不肯继续旅行，另一些人则害怕跟着这样一小队人前进。商队在喀布尔遇到了喀什噶尔国王的妹妹，他们必须取到这位国王的国土到契丹去。国王是玛法莫德汗，他的妹妹是和田君主的母亲，这位君主也是一位国王，而他叫做阿智哈伦。阿智的称号是萨拉逊人用以称呼朝拜麦加先知墓的香客的。这位夫人正从长途的麦加之行归来，她出于对自己错误信仰的忠诚，曾经到那里去朝香。由于缺钱，她就向商人们请求援助，答应在他们到达她的国土时，按他们所愿提出的高利息加以偿还。
俄本笃修士发现，当他们进入到另一个国家时，莫卧儿国王所颁发给他的证件即将失效，而在这位夫人的请求中，他觉得可以有机会博得他即将进入的国家的君主的好感。有了这个念头，他就把出售货物所得的钱借给了他600金币，但条件是不要谈借款的利息。而这位夫人在慷慨大度方面也没有被压倒，他后来回报他大量的特种玉石，那是很受中国人珍视的，而且是可能运往契丹最贵重的商品。教士列昂·格里曼诺在喀布尔离开了商队，回到了拉合尔来，他一路上精疲力尽。这时俄本笃的同伴季米特列则留在这里做生意，因此俄本笃修士带着他个人的唯一同伴亚美尼亚人以撒，随着商队出发。另外有一些人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认为他们人数多得足以平安继续旅行。他们到达的下一个城市是查阿里卡，那里盛产铁。俄本笃在该地遇到很大的麻烦，他们现在已经抵达莫卧儿国家的尽头，国王给予他的免过境税和关税的文件对他不再有用了。10天之后，他们抵达一个叫做巴卢湾的地方，是莫卧儿领土上的最后一站。休息5天后，他们又做了20天的旅行，越过巍峨的山岭，到达一个叫恩格兰的地方。再过15天，他们就来到加尔西亚。这个地方的百姓有着金色头发和胡须，像比利时人一样，他们住在分布在该地的许多小居住点中。接着10天以后，他们到了贾拉拉巴德，在那里，由于布鲁阿特国王的恩准，婆罗门人要征收过境税。又经过2星期的行程，他们抵达塔里汉。由于正在进行内战，他们在那里逗留了1个月。因为加尔西亚人叛乱，所有的道路都很危险。他们的下一站是契曼，这里是在阿卜杜拉汗及萨马尔汗、布尔加维亚、布哈拉及其他邻邦国王的统治之下。契曼是个小城，该地的长官或市长劝告商人们到城墙里面去，以防加尔西亚叛乱者的袭击。商人们回答说，他们宁愿交税，晚上继续赶路。在回答这一点时，市长命令他们不得前进，说是叛匪没有马，但可能攻击商队抢到马，并能够蹂躏该邦，给城镇造成严重的损害。他劝他们为了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参加他的武装，帮忙击退入侵者。他们刚来到城墙边，便听见加尔西亚叛匪来到的呐喊声。这一下，市长和他勇敢的队伍都逃跑了。商人们迅速筑起一道栅栏，里面堆满石头，准备在剑用完时当作武器用。加尔西亚人发现了这一点，就派使者去说，用不着惊慌，因为他们很愿意护送商队。商人们不相信这话，相反地，他们赶快商量并决定逃跑。有人把他们的打算报告给了叛匪，叛匪马上就冲过来，打烂了行李防御线，然后大肆抢劫。然后强盗把商人们从树林里叫出来，允许他们撤退到空城的墙里，并带上留给他们的一点行李。俄本笃修士只丢了他的1匹马，后来他又用1匹棉布把它换了回来。他们留在城里，但总是害怕叛匪会进攻那里，把他们都杀掉。这时恰好布哈拉的一个叫俄罗拜推艾巴德斯罕的大酋长派他的弟弟去见叛匪，他以威胁说服了他们，允许商人不受骚扰地继续上路。然而在其余的旅行中，商队背后经常受到匪帮的侵扰。有一次，正当俄本笃修士殿后，他遭到4名埋伏着的匪徒袭击，但他急中生智，用如下的巧计得以逃脱。他脱下他的波斯帽子朝他们扔去，当他们拿帽子当足球一样踢来踢去时，他催动马匹到达离他们有1箭之远的安稳处，平安地跟上了商队。在难以想象的最恶劣的道路上旅行了8天之后，他们来到了腾基巴达克山。腾基的意思是难走的道路，这条路非常狭窄，一次只能1个人通过，而且它高岭河床。在这里，附近一个城镇的居民在一队兵士的帮助下向旅客发起攻击。俄本笃修士损失了他的3匹马，
后来他又用各种礼物作为交换，把马匹赎回来了。他们在这里停留10天，然后仅1天行程就抵达查尔丘纳尔。在那里，他们由于大雨而被迫在旷野停留了5天。也就在那里，他们不仅因气候而受难，而且又遭到另一次匪徒的袭击。他们用了10天从那里到达塞尔帕尼尔，这是个完全荒凉的地方，没有人烟。离开了这里，他们就开始辛苦地攀登叫做萨克里斯马的高山，只有最强健的马匹才能爬这座山，其他的则绕着它走一条更长但更容易一些的道路。俄本笃修士有2头驼兽，在这里因为脚痛而跛了，仆人自己也精疲力尽，要把他们放掉，但他们还是设法带着他们跟在后面。20天以后，他们到达萨里库尔省，发现那里有许多村落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停留2天，休息马力。2天之后，他们已经在对岸叫做萨克利斯马的山路。这座山被雪覆盖，翻山中间有很多同伴都冻死了。俄本笃修士即免于同样的命运。那时他们在雪中整整被封了6天。最后他们到达唐盖塔尔，该地属于喀什噶尔国王。在这里，亚美尼亚人以撒在一条大河边上失踪，大约有8个小时不省人事，直到他被俄本笃修士救活。又进行了2周艰难的旅行，他们就来到亚克尼城。在他们这部分行程中，道路极为艰难，以致俄本笃修士有6匹马都累死了。俄本笃从这里单身前行，他花了5天时间到达都城亚尔坎。从这里他把马匹送回商队，把粮食送给他的同伴。不久以后，他们便安全地带着行李和商货抵达。这是同一年，也就是1603年的11月。以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后续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做出的几点总结。第一，地理认知的隔离墙，被切断的世界观。当时西方人认为契丹充满了基督徒，而中国全是异教徒。这种认知的错位源于陆路丝绸之路被萨拉逊人阻断后形成的信息黑洞。萨拉逊商人为了垄断贸易，故意制造了地理和宗教的虚假信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这种信息茧房同样存在。当外部世界被贴上各种妖魔化或神话化的标签时，真相往往被掩盖在各种名称的争论之下。正如最近这几天，中国流行一种说法，躺平是境外势力鼓动的结果，就很幽默。第二，伪基督的误认，外表迷信的病毒传染。文中一个极其精彩的分析是，萨拉逊商人为什么会觉得契丹有基督徒？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寺庙里的蜡烛、祭坛、僧袍和咏唱。这种表象主义是人类共同的逻辑陷阱。如果2个事物的仪式看起来很像，我们就认为它们是一回事。这种思维病毒在文化交流中极具误导性，它让人忽视了内核逻辑的根本差异，而仅仅沉溺于形式的重合。第三，丝绸之路上的制度成本、敲诈与保护费。俄本笃修士的旅程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闯关。每到一个小邦、一个据点，都要面临过境税、关税以及地方官僚的变相抢劫。这揭示了当时内亚和东亚贸易体系的一个底色，权力对流动资本的绝对盘剥。这种留下买路财的逻辑，实际上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长期缺乏商业契约精神，依赖暴力和人情换取通行权的病毒体现。第四，人情交换的厚黑学应用。俄本笃借钱给喀什噶尔国王的妹妹，他敏锐地察觉到，在这片土地，法律证件不如王室人情好使。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式的生存，通过私人的经济援助换取政治上的护身符。虽然他是一个传教士，但他必须在进入中国模式前，先掌握这套人情运作的病毒规则，才能顺利活下来。第五，宗教与商业的共生关系。俄本笃修士必须假装成亚美尼亚商人，这说明在当时的欧亚大陆腹地，纯粹的文化或宗教交流是不被允许或不可理解的，只有利才能驱动流动。这反映了传统社会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病毒，你若不是来做生意的，那你一定是间谍，
这种对动机的单一物化理解，至今仍阻碍着深层次的文化对话。这一章是一段充满史诗感，但也极具解读价值的地理大发现。当利玛窦在南京和北京的红墙内，通过书本推断契丹就是中国时，额本笃修士正在用双脚在帕米尔高原和西域戈壁滩上忍受着严寒、盗匪和官员的盘剥，去验证这个真理。只有在信仰的驱动下，人的行为才会这样坚韧。信仰决定逻辑和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带来现实世界的改变。额本笃的旅程证明了，真相不仅是利玛窦从书本进行的逻辑推导，更需要用肉身去丈量。所谓文化出埃及，就是我们要敢于走出那些由商人、政客或偏见编织的各种名称迷雾，去实地考察事物的真面目，哪怕这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额本笃在寻找契丹时，发现萨拉逊商人对中国佛教仪式的误读，也就是误认为是基督教。这种以我之见度人之夫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今天跨文化理解他人有什么警示？当我们习惯于用自己头脑中的已知框架去套用外部的未知世界时，我们真的能看见对方的真面目吗？而中国人习惯性地带着中国式思维去看待国外时，常常误解。你知道的误解有哪些？来评论区一起讨论。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5卷第11章，契丹与中国，一位耶稣会修士不平凡的远游。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